在丈夫意外溺水身亡后，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了一本夹在期刊杂志中的房产证复印件。这本房产证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另一个世界。我走进那套房子，被眼前的一切震惊到无以复加。这里的装修温馨而浪漫，昂贵的家具，漂亮的地毯，以及即使蒙尘依然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，与我们共同居住的那套破旧又逼仄的老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墙面上挂着他和另一个女人的合照，以及2个我从未见过的孩子。我的心脏仿佛被紧紧握住，无法呼吸。书桌上的绝笔更是让我感到天旋地转。桑丸自你病故离去，夫每日都如置身炼狱，痛不欲生。如今孝道已尽，儿女也已成才，我无甚挂念。叶黄泉碧落，与你再续前缘。我跌跌撞撞地退出房间，心中充满了愤怒和背叛感。我想要去刨开他的坟墓，质问他这一切的真相，但在急火攻心之下，我感到气血翻涌，一口血涌上喉咙，眼前一黑，我失去了意识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嫁给他的第10年。警察通知我，在西山水库发现我丈夫林宇洲的尸体时，我还在公司加班处理甲方临时变更的方案细节。年逾40，内分泌失调，晚上10点多还像老黄牛一样伏案加班。此时我的怨气比鬼还大。乍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第一反应是不是诈骗？我骂滚，诈骗死全家！对方并未恼怒，他冷着声音熟练报出警局警号，解释说是夜钓的人发现了我丈夫的尸体，并在他身上找到了身份证，请我尽快赶去现场配合处理相关事宜。半信半疑间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开车去西山水库时，我不停联系林宇洲，可他的手机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40分钟后，我到达了警察所报的位置，夜黑如墨。水库的水流声和不知名动物的叫声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我脚步一深一浅，踉跄朝着维伊纳簇光亮方向奔去。然后我在那里看见了浑身僵硬、笔直躺在河岸边的男人。他身上穿的是平日最常穿的白衬衫和黑色西裤，此时已满是脏污。鞋子已经没了，光着脚，上面有道道伤口，七窍蜿蜒流出鲜血。当我看清他的脸，整个人如雷劈了般僵在了原地。真的是我的丈夫林宇洲。经过现场勘查、尸检及水库附近监控调查，排除林宇洲他杀可能。法医在他体内检测出酒精成分，最后认定为酒后意外溺亡。一双儿女得知父亲的死讯后，从国外匆忙赶了回来。我因悲伤过度，数次血压飙升晕倒，最后被送进医院 ICU 抢救。是儿女一手操办了他们父亲的后事。待我出院后，林宇洲已经下葬了。直到儿女带我去了林宇洲的墓地，我才愕然发现他们将林宇洲和他们亲妈桑丸合葬在一起。可他们已经离婚20多年了。我茫然看向站在我身侧的儿女。女儿林乔淡淡开口：“这是我爸的意思。”说着，她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。这是爸爸生前立的遗嘱，律师在我和哥哥回国后交给我们的，你也看看吧。我双手发颤接过。确实如林乔所说，与桑丸合葬是林宇洲遗嘱中要求的。林乔在边上继续道：“最后一页是财产分配。我爸名下所有保险的身故受益人都是我和我哥，还有他的基金和股票是在和离婚前购置的。这部分属于我爸个人资产，他也指定给我和我哥。至于家里那套老房子，林乔停顿了下，继续道：我爸把属于你的50%分给你，但另一半你需要按照市场价格补偿给我们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卖掉房子，分给我和哥哥一半房款。”一直沉默的林泽看向我，他表情带着些愧疚，嘴唇微微翕动。妈，我和乔乔拿到绿卡了，等事情处理好以后，
我们不会再回国内，今后您照顾好自己身体。我不可置信看向眼前养了20年的一对儿女，泪水何时涌出，我都毫无知觉。喉咙哽到发痛，声音沙哑到几近失声。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我嫁给林宇洲整整20年，给不满5岁的林泽和林乔这对双胞胎做后妈。我深爱丈夫，和他风雨同舟，照顾子女尽心尽力，孝敬公婆，竭诚尽敬。可最后我被他们算计到体无完肤，踉踉跄跄回到家，我无力地推开家门，屋内的一切都还是林宇洲在世时的样子。这套房子我们已经住了快20年，是我和他结婚第2年时，因爸妈给我的嫁妆钱买下的一套2手房。房龄30多年了，又破又旧，堂内面积不到80平。曾经住了包括婆婆在内的5口人。这些年，为了供林泽和林乔出国读书，为了支付患有慢性肾衰竭的婆婆每个月透析的治疗费，我一省再省。总想着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可最后才发现，我只不过是他们一家人利用的工具人。我目光空洞，如一潭死水，像个提线木偶，收拾林宇洲的遗物，准备统统扔出去。当我清理他的衣柜时，却在衣服的最底层发现一本期刊杂志。期刊中夹了张发黄的纸，是一张房产证的复印件。房屋所有人是林宇洲。我按照上面地址找了过去，开锁师傅登记我证件后，帮我打开了那扇门。当走进房间后，我被震惊到无以复加。这里俨然就是林宇洲和桑婉的爱巢。墙壁上挂了许多他们和一双儿女的照片。房子装修风格浪漫温馨，昂贵的家具，奢华的地毯，即使蒙尘依然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。和我们住的那套破旧又逼仄的老房子可谓天差地别。我艰难挪动脚步，打开主卧的那扇门。房间很大，衣帽间、梳妆台，3米宽的大床，宽敞明亮的飘窗。衣帽间里的衣服分门别类，看起来就很昂贵的样子。隔壁是林宇洲的书房，眼前的画面让我心脏扎了个对穿。这里的墙面前更是记录了他们一家4口的幸福足迹。从孩子小学到大学，他们走遍了世界大好河山，都是我向往却根本不舍得花钱去的地方。我跌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，桌面上摊开的纸张写了一行字：桑婉自你2年前病故夫，每日都如置身炼狱，痛不欲生。如今孝道已尽，儿女也已成才，我无甚挂念。愿黄泉碧落，与你再续前缘。哪是什么酒后意外溺亡，原来竟是殉情。我发疯般撕碎了那张纸，不知坐了多久，我扶着膝盖艰难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向外走去。此刻我只想去把林宇洲的坟刨了。可急火攻心下，悲愤在体内横冲直撞，嘴里喷涌出鲜血。我眼前一黑，整个人直直向后仰去。再次睁眼，我正坐在布满丰盛酒菜的餐桌前，周围一片嘈杂。杯盘的碰撞声，人们的谈笑声如潮水般涌来。我走了好一会儿神，才回忆起这是林泽和林乔中考结束后的谢师宴。2人中考后均被本市最好的高中录取，不仅3年学费全免，还分别获得6000元的奖学金。此时林宇洲正带着2个孩子向亲朋好友一桌桌敬酒，大家恭维着林宇洲不愧是大学教授，把2个孩子都培养得如此优秀。坐在婆婆身边的桑婉面容带笑看着父子女3人，一副与有容颜的模样。我端起面前的红酒一饮而尽，略带森涩的冰凉液体划过喉咙，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并不是梦。还正在恍惚间，耳边响起一道酸溜溜的声音：温言，你还真是有福气，当初名声烂成那样，都还能嫁师哥这样的好老公，没有子宫，不用经历生产之苦，就能白捡这样一对优秀的儿女，真是羡慕死别人了。我顺着声音望去，
说话的是比林宇洲低2届的大学时期的学妹何妍妍，现在和她在同一所大学任教，和林宇洲一样都是哲学专业的老师。她的声音很大，许多人都听到了。撒婉挑着眉，勾着嘴角向这边看来，一副等待看好戏的模样。何妍妍啧啧嘴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好命？我听说10年前你爸倒贴一套，房子都没办法把你嫁出去，谁能想到师哥这么没眼光，那么多女人追他，他偏偏选了你，真是没处说理去。我看着他因嫉妒微微扭曲的表情，觉得可笑又有些怜悯。听说他曾经暗恋林宇洲多年，最后却被好闺蜜桑婉捷足先登。当他知道一切时，桑婉已经怀孕2个月，两人因此绝了交。后来何妍妍黯然神伤嫁了人。就在他结婚没多久，桑婉突然和林宇洲离婚，抛夫弃子，跑去了国外。何妍妍对自己没能嫁给林宇洲这件事一直有些意难平，所以她总是想针对我，时不时揭一揭我的伤疤。从前我自己也觉得过去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让我抬不起头，便总是会低眉顺眼，忍气吞声。这些话他上一世也说过，但那时我忍下了。而你的谢师宴有他们老师和同学们在场，还有一些林宇洲的同事。我不想闹得难堪，徒惹别人笑话，但现在都不重要了。我啪地把手里的筷子拍在桌上，大声回怼：是，我就是有这样的福气，你嫉妒我嫁给林宇洲啊？要不我把这福气让给你，成全你暗恋他10几年的这份心意，也免得你3天2头在我面前蹦跶，暗戳戳说我配不上他。何妍妍霎时小脸一片惨白，慌张朝自己丈夫方向瞟去。文言，你疯了？你乱讲什么？我冷笑，我乱讲。你发给林宇洲的那些暧昧的信息，缠在他身上含情脉脉的眼神，当我下每次都故意提起。以前我被人猥亵的那些破事，不就是想让我难堪吗？是啊，我是被人猥亵过，还被人虐待重伤，导致摘除了子宫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也是他林宇洲上赶着来娶的我。你看不惯就去找他去，众人纷纷向我看来。何妍妍的丈夫用幽深的目光盯着她。林宇洲3步并作2步向这边走了过来，他怒气冲冲瞪了何妍妍一眼，然后扯着我的胳膊，压低声音不悦道：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当着亲朋好友的面提这些陈年往事做什么？我冷着脸狠狠甩开他的手。我说什么了？每次都是他先来挑衅我，你眼下看不到吗？何妍妍丈夫阴沉着脸走到何妍妍身边，他一把扯起坐在椅子上的女人，然后尴尬冲我和林宇洲笑道：嫂子林教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刚突然接到公司电话，有点紧急事情处理，我和妍妍先回去了，有时间再登门拜访。说完，他黑着脸拖拽着何妍妍匆匆离开了。嘈杂的宴会大厅陷入尴尬的寂静，周围人看向我的表情无比复杂。原本坐着看好戏的桑婉站起了身，她站到林宇洲的旁边，面带微笑看着我，眼里带着几分挑衅和嘲讽。但她说出的话是温声细语的，声音婉转带嗔：温言，你过去的那些事虽然没人说什么，但也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来炫耀吧。更何况你现在的身份是宇洲的妻子，你提这些事让他脸面哪里放？就算你不考虑宇洲，小泽和乔乔还叫你一声妈，你要他们以后如何与同学们相处？我顺着桑婉的目光看向站在不远处的林泽和林乔。林泽双手握拳，眼底一片猩红，而林乔眼里蓄满了泪水，看着我一副愤恨厌恶的模样。回想起他们在墓地拿着林宇洲的遗嘱，催着我快点把房子卖了分一半房款给他们的样子，我冷冷哼了一声。他们亲妈又没死，我何德何能能做他们妈妈？
等他们亲妈哪天死了再说吧。桑婉被噎了一下，白皙的小脸长到通红，水汪汪的眼睛求助看向林宇洲。林宇洲眼中微不可察地闪过一丝狠厉，他再次伸手握住我的手臂，那力道大的似乎要把我的骨头捏碎一般。他小声怒道：“温言，适可而止，别闹得大家面子都下不来台。你有什么脾气，回家再发。”我抬眼直直看向眼前的男人，滔天的恨意涌上心头。身边的朋友见我们闹得挺僵，赶紧上来打圆场。林教授，来，我们还要向你请教教育孩子的方法。我家那小子考试经常不及格，你和我说说你们平时咋和孩子沟通的。不一会，宴会厅再次恢复喧闹。我坐回椅子上，冷冷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胸口触堵的发疼。我倒了一杯红酒，再次一饮而尽。我深知现在最好的选择是和林宇洲离婚，远离这一家娼鬼，去过自己的生活。可他们骗了我一辈子，我又怎么能甘心放下这些仇恨？谢师宴结束，人群散尽，宴会厅只剩下我和林宇洲他们一家4口。婆婆略显粗大的声音传入耳中：“温言，你自己不想要脸，我们还要呢？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婚前的那点破事，非要闹得人尽皆知吗？你以为那些是什么光彩的事？本来你那种名声还不能生育，就算你是头婚，我都看不上。你这种破鞋哪里配得上我们宇洲？”妈，林宇洲开口厉声打断婆婆的话：“我不是说了不许再提以前的事，你又提这是做什么？”我看向身体健朗、中气十足的婆婆。现阶段的她还没诊断出患上慢性肾衰竭，自然不需要处处讨好我，哄着我，让我出钱出力，每周送她去医院透析。上一世她确诊慢性肾衰后，我照顾她7、8年，每周6雷打不动送她去透析，还要按照低蛋白、低盐磷钾的标准给她单独做营养餐。她是在林宇洲自杀前2个月，在医院安然去世。林宇洲绝笔中的孝道已尽，不过是我帮他尽的而已。我冷笑一声开口：“如果不是我受伤，子宫被摘除，你以为我看得上林宇洲？你以为你儿子是个什么好德行？连他那个教授职称都是水来的。如果不是我爸跑断腿，帮他找了同行专家推荐，他现在还在讲师岗位上苦苦挣扎呢。你们别他妈当了婊子，还想立牌坊。”我的话音刚落，周围的空气出现了片刻凝滞。婆婆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直白骂到她脸上，她被气到脸色青紫，浑身不停颤抖。站在边上的林宇洲被我戳到痛处，他怒吼：“你今天吃了枪药了？不就是因为和爷爷说了你几句，你犯得着发疯吗？”林乔也扯着嗓子喊：“今天是我和哥哥的升学宴，你为什么要说你被人猥亵的那些破烂事？你让我以后在同学们面前怎么抬头？你为什么总是处处扫人心呢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底即将喷薄而出的怒火。对，我就是吃了枪药，你能怎么着吧？然后又看向林乔：“你在同学面前抬不抬得起头，关我什么事？我还没嫌你长得又丑又矮，鼻孔朝天，让我在同事面前丢人呢。”林乔确实长得有些一言难尽，他虽和林泽是双胞胎，但林泽长得像他亲妈，林乔则和他奶奶像是一个母字刻出来的。林乔愣了愣，瞬间破防了，他哇的哭出声，迈着小短腿哭号着跑出了宴会厅。而我也没有心情再和他们费口舌，拿起身后的包，起身向外走去。酒店外天已经彻底黑了，夏季夜晚的风虽有几分凉爽，但吹在脸上还是有些黏腻腻的感觉。我踢着石子往前走，脑海中思绪繁杂，回想起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我又如溺水般窒息。我曾遭人猥亵过，在我大4实习那年，下夜班时被人尾随拖进暗巷，那时的治安远不如后来那么好，很多小巷子根本没有监控，
那人捂住我口鼻，我拼尽全力反抗，撕着打斗中，我一脚狠狠踹向男人的下体，而这一脚彻底击没了他。他把我重重摔倒在地，可他试了2次，却发现根本做不了什么。他愤恨地提起裤子，一边咒骂，一边狠狠踹向我的腹部，然后把我像破抹布一样丢在了垃圾桶旁边。爸妈找了我一整夜，当医生告诉他们我子宫严重破裂，膀胱也有损伤，为了保命必须摘除子宫时，我妈直接晕死了过去，我爸也几乎一夜白头。男人虽被判了10年，可对我的伤害不可磨灭。我挂了3个月的尿袋，接受了整整1年心理治疗，才堪堪从那件事走出来。自那后，我自卑敏感，自我厌恶，也不敢恋爱，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人。直到遇到林宇洲，他就像一道光照进我的黯淡无光的生命。本以为他是我的救赎，是我生命的灯塔，所以在婚姻中，我愿意竭诚付出所有。即使婆婆有些刻薄，即使继子继女在婆婆和他们亲妈的挑唆下对我心存芥蒂，时常和我作对，我依然珍惜这段婚姻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是隐藏在光明背后的撒旦，是拉我进地狱深渊的另一只手。他让我万劫不复，让那些过往的美好，在他的算计下都成了刺向我的利刃。时已经快午夜12点了，房间内一片黑暗，大概他们已经睡了。人还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在寂静的午夜里听起来格外诡异。我打开灯，走到阳台去查看，却在那看见一个竹制的窄口背篓，背篓外还套了细孔的编织袋，声音正是来自于这儿。看着有些熟悉的场景，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里面全是毒蛇。上一世林泽和林乔的中考成绩下来后，婆婆非说是她拜的佛祖显灵了。她不知道从什么渠道购买了10几条毒蛇，打算带2个孩子去山上放生。我得知后再三阻止，让她实在要放生就去买点鲫鱼。她却告诉我，放生过的动物以后是不可以再吃的。鲫鱼她还是要吃，但肯定不会吃毒蛇。我见和他说不通，趁他一大早去公园散步，直接把那种毒蛇的竹篓带去了野生动物救助机构。那里的工作人员解开编织口袋后大惊失色，竟然全是剧毒的银环蛇。因银环蛇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工作人员直接报了警。警察对我进行长达1个小时的批评教育，并让我写下保证书，以后不得非法买卖野生动物，才放我离开。婆婆因此大吵大闹，非说我破了她修为。我转身退回房间，这一世我不打算插手此事。次日一大早，婆婆刚买回来早餐，就大声冲林宇洲吩咐：“你快去把小泽和乔乔喊起来吃早饭，等会我还要带他们去山上放生。”林宇洲按了按太阳穴，烦躁道：“那你少带孩子搞那些封建迷信。”婆婆瞪了他一眼，轻斥：“你懂什么？要不是当年我求佛祖保佑，你以为你能考得上大学？还有2个孩子中考成绩这么好，这都是我求佛祖保佑的。”林宇洲见和他沟通不了，也不再多言，皱着眉转身去敲林泽和林乔的门。2个孩子洗漱完，坐到餐桌前，婆婆才把早餐从袋子里拿出来1分到他们面前，唯独没有我的份。我无所谓，回房间拿上提前找好的身份证、结婚证和户口本，直接摔门而出。打车直奔房产管理局，果不其然，林宇洲的名下已经登记了一套230平的房产。登记时间是3年前，正好是桑婉回国的那一年。房产抵押状态在2个月前刚刚解除，应该是提前还清了所有的贷款。
我找工作人员在查询单上盖了章。从房管局去公司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像林宇洲这种做事如此缜密之人，怎么会放任名下有套房子呢？上一世我所看见的不过是张房产证的复印件，他连保险的受益人都只填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。我出资买的房子，他都不忘记算计。这套当时已经价值6、700万的房子，他又怎么可能甘心被我分走一半？刚开完例会，我办公室的座机就响了起来。我按下免提，里面传出林泽着急的哭喊声：“妈妈，你抓紧过来！奶奶在放生时被毒蛇咬伤了。”她疼晕过去了，我拖不动她。我们在南郊半山腰处。你知道这里的，我们上次爬山在这里野餐的，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。爸爸的电话打不通，妈，我好怕那些毒蛇爬的到处都是，你快来救我！啊，你们走开，别爬过来！林泽惊恐的尖叫声传入我耳中。妈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能不能快点过来？哭喊声再次响起。我的手下意识拿起手机准备拨打120。但在即将拨出去的那瞬间，按键的手指悬在了半空。我默默放下手机。既然我不拜的佛祖能保佑他孙子孙女考取好的高中，那么也会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的吧。我开口回林泽，小泽妈妈人在外地，你还是尽快联系你爸或者打120救护电话吧。那边沉默了3秒，帮我打的是你们办公室座机。我说的是我马上要出发去外地，出租车在楼下等着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先不和你说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上了电话，然后把自己手机关机。林宇洲掏出纸巾帮他擦嘴，他手术后饮食清淡，我没放盐。这只老母鸡可能肥了点，晚上我重新帮你熬。你先在楼下等我，我把鸡汤送上去，等会送你回去。两个人手挽着手向住院大楼走去。表妹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她转头看向我的时候已满脸泪痕，双手紧紧抓握的我手腕生疼。我咧开嘴冲她笑笑，却让她的泪水滚滚落了下来。她猩红着眼睛，哽咽出声：“姐，我想替你去杀了这对狗男人。”我轻轻拍着她的手背，安抚着她，死是最简单的。我只想让他们活着受折磨。出院后发现，林宇洲把他妈暂时送去了疗养院，只等着我身体恢复后，再把他妈再接回来让我照顾。呵呵，真是他妈的好大儿。中介打电话给我，说是房子有男主了。林宇洲知道我要卖房后大惊失色：“你疯了？房子卖了我们住哪里？”我笑笑，我准备换套大点的房子，一家人住在这里实在太挤了。他皱紧了眉，我们手里哪有那么多钱换房？现在我妈身体这样，小泽的腿也要定期复健，处处都要用钱。这套房子不过是旧了些，但是这里位置好，去医院都不需要开车，很是方便。我意味深长地看向他，我是没有钱，但你那不是有吗？你评上教授职称后，每年20多万，这些年家里开支都是我出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手里没钱。林宇洲表情有些不自然，有是有，但是我手里的钱都买基金和股票了，这一时半会也拿不出来。见他主动提起投资这茬，我顺着他的话问道：“既然你说手里的钱全都买了基金和股票，那具体投资我需要看一下，毕竟这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核对下你投资金额和你这些年的收入对不对得上。”他当然不可能同意让我查看他的投资项目，毕竟他的钱都用来买房了，就算有投资，也本就没打算和我共享，没关系。我一个电话叫来律师，让他赶过来给我们做公证。我让林宇洲确认，到今日为止他名下所有投资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林宇洲却迟迟不肯落笔。他黑着脸质问：“温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”我笑着摇头，既然你是用工资做的投资，
那里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今天的公证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。还是说你的投资有什么猫腻，对我藏着掖着？当然没有，既然没有，为何不敢签字？林宇洲被噎住了，眼见他还是不肯签字，我转头咨询律师，如果我老公背着我转移资产，我怎么才能在合法的情况下查清楚他的资金流向呢？林宇洲身子一颤，手里的笔掉落在地上。律师心领神会，他认真回道，你需要向法院申请调查令，拿到调查令后，律师会帮助你查询他名下所有银行账户信息，当然也包括股票、基金、债券等金融资产。不过这些比较麻烦，费时费力，一般都是离婚分割财产才走到这一步。律师的话还没说完，林宇洲已经把签好字、按好手印的协议递到我面前。我淡淡笑着接过，请律师帮忙拍下公证视频。和一套房子及他每月给桑婉的转账相比，他婚前的那点投资还是可以舍弃掉50%的。1个月后，房子终于卖了，30万价格成交价，购买者是我提前安排好的朋友。林宇洲有些不敢置信，他找中介确认好几次，中介耐心向他解释，这里虽是学区房，但是小学和初中部的新校区都在建，未来3年内学校会全部搬走，这里以后就是个城中村。林宇洲当然不傻，他让中介滚房子不卖了。中介拿出我和林宇洲之前签字的合同，咱们签过合同的，你若单方面毁约，需要赔偿对方20%的房款。我在中间和稀泥，算了，能卖30万已经不错了。隔壁张姐家100多平也才卖38万，等过2年学校搬走，想卖都卖不掉。我爸听说咱们要换房，他打算赞助50万，还是早点卖了吧。张姐家确实只卖了38万，但他家是换了新房，这套老房子便宜卖给了自家小姑子。林宇洲见我提到我爸会赞助买房，便默默闭上了嘴。30万房款到账的当天，我直接把钱一股脑投进股市，我做多，朋友做空。这笔钱在我这里注定要赔得血本无归。房子卖出后，我联系了搬家公司，让他们把家里东西统统搬去桑婉现在住的大平层。林泽惶恐不安地跟在我身后，当见我搬家的地址竟然是他亲妈住的房子时，他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。我笑笑，想必这里你很熟悉，里面应该也有属于你的房间吧。他脸长到通红，双手不停来回搓着，敲了敲门，里面没人回应。我当着林泽的面报了警，然后又叫了开锁师傅。我告诉警察，我家的房子被人非法侵占，那人不仅霸占了我家的房子，还换了锁。我拿出了各种证件以及房管局盖章的查询结果。在开锁师傅的帮助下，我顺利打开了房门。当桑婉拎着买回来的大包小包出现时，搬家公司已经把所有的物品搬完了。他把手里的东西往我身上扔，你给我滚，这套房子是宇宙买给我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再次掏出结婚证，并在他面前晃了晃。这属于我和林宇洲的婚内财产，该管的人是你。警察也明确告诉桑婉，这套房子在林宇洲名下，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他需要立刻搬离这里。如果我追究责任，他还需要进行经济赔偿。桑婉哭着僵在原地，他掏出手机给林宇洲打电话，想让他过来帮他解决这件事。我看着他冷笑，林宇洲现在自身难保，又哪里会有心思来管他的事情呢？前天我把这段时间让4家侦探收集到他们出轨的证据，分别寄去了林宇洲工作学校、
的纪检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。估计他正在学校接受调查呢。林宇洲下班后就知道了这件事，但他并没有和我发作，而是半跪在我面前，不停地向我道歉。他说只是把房子借给桑婉暂住一段时间，怕我会误会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我。说完一通废话后，他央求我回家去找我爸，看能不能走关系帮他疏通疏通，把他作风不正的这件事掩盖过去，否则他的事业算是完了。他向我保证会和桑婉断得一干二净，以后一心一意和我过日子。我全程俯视着他，一言不发。作风问题算什么？还有更大的暴风雨等着他呢。借着帮他劝我爸的借口，我搬回了爸妈家，主要怕他接下来承受不住打击，一怒之下伤害我。前段时间我偶然翻到林宇洲几年前淘汰下来的旧电脑，本想查查有什么可用的内容，便花了200多块钱把电脑重新修了修。结果在这台电脑里发现了他论文抄袭的证据。他发表在期刊上的博士论文，有近30%的内容是翻译式抄袭，部分观点照搬，论证过程相似。而他参考的这篇国外的论文还被他保存在旧电脑里。我把资料发给了期刊杂志社，举报林宇洲论文抄袭。没多久，杂志社迅速刊登了林宇洲论文的正式撤稿公告，并删除其在数据库中的内容，并对他永久拉黑，永不再接受其投稿。同时，杂志社把林宇洲学术不端的证据回传给学校，学校立刻成立调查组，启动一系列调查。而在此时，让我倍感震惊的是，何妍妍居然实名举报林宇洲，剽窃他的论文研究成果，说他公然出售自己的共同署名权，在申请项目研究时曾在夸大经费预算等行为，多出的那部分经费都被林宇洲中饱私囊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何会做得如此决绝。在那日谢师宴结束，何妍妍的丈夫回去就提出离婚。男人也不是没有听过些风言风语，无论何妍妍如何哀求，他都没有回心转意。失魂落魄的何妍妍喝酒买醉，却无意中撞见酒吧中亲吻的林宇洲和桑婉。他冲过去厮打桑婉，却被林宇洲当众揍了一耳光。何妍妍此时才反应过来，这么多年自己不过是被林宇洲留着玩的蠢货，自己还心甘情愿把自己研究成果奉献给他，所以他一怒之下直接实名举报。眼见众人都在出力，我也趁热打铁，把林宇洲告上法庭，起诉他重婚罪并藏匿转移婚内财产。单2次开庭，他均找各种紧急理由推脱不出现。这宗起诉暂时被延期审理。林乔大概还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，打电话气吼吼的来要生活费。我给你发多少次信息要钱了？你是不是故意装看不见？我懒得听他叭叭。挂了电话，3下5除2把他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了。经过2个月的调查，林宇洲的教授职称被撤销，另因他品行不端，学术造假，被学校撤销一切校内职务，解除聘用合同，他贪污的经费和津贴需要全部退回。林宇洲撤职后的第2天，我接到疗养院打来的电话，他们说婆婆突然呼吸衰竭，还没来及叫医院急救人就去世了。我把婆婆去世的消息转达给林宇洲，电话那头陷入久久的沉默。婆婆的葬礼，我以身体不适为由没去参加，他们家的所有事都再也和我没有关系。这天晚上我在公司加班时，再次接到警察的电话。警察告诉我林宇洲在西山水库落水，幸亏被夜钓者发现，把他打捞上来后，叫了120送去了市人民医院。我赶去了医院，林宇洲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他大腿被水下坚日物划伤，因浸泡时间过长，大腿已经出现严重感染。医生给了我3套治疗方案，正准备开口向王姨解释，我
我问您只要告诉我哪种治疗方案最省钱。医生犹豫了一下，到最省钱的治疗方案是截肢，但是那就截肢。我毫不犹豫，医生怔了怔，其实还可以考虑血管吻合术或移植术，不一定非要截肢，病人还不到40岁，还这么年轻。我再次坚定道，直接截了吧，我没有钱给他做那些什么移植术。手术同意书在哪里？我签字。医生表情复杂地把手术同意书递给我，我刷刷刷签上自己的名字。开玩笑，我现在和他还没离婚，他花的每一分医疗费我都要付出一半。我肯定要选择最省钱的治疗方案。林宇洲自从手术后醒来，就陷入一种恍惚的状态，分不清前世今生。我拿起他的手机拨电话给桑婉，他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，直到电话那头传来桑婉哭泣的声音：宇洲，这些天你去了哪里？打你电话都打不通。瞧瞧班主任说他早恋心思都不在学习上，小泽现在精神状况也不好，我怎么办啊？林宇洲听见桑婉的声音，激动到浑身发抖。他不可置信问：婉婉，你还活着？你不是2年前因胰腺癌走了吗？他抬起了眼看向我，似乎等待我的确认。你精神是不是也不好了？我好好的，哪有胰腺癌？林宇洲，你说小泽怎么了？他们是不是在国外被人欺负了？桑婉有些无语。你脑子有毛病吗？还不是你妈带他去山上放生，被蛇给咬了。林宇洲身子颤抖，瞳孔皱缩，他猛地坐起身，掀开被子想下床。当他看见自己只有一条腿时，彻底愣住了。怎么形容他此时的表情呢？4个字：精彩纷呈。他久久盯着那条断腿，浑身像被卸了力，重重跌倒回床上。数分钟后，病房响起林宇洲撕心裂肺的吼叫声。我的离婚诉讼，林宇洲依然坚持不出庭。但好在我提供的证据充足，法官进行了确庭审理。财产分割方面，因他是过错方，分个40%。2个孩子的抚养权自然归林宇洲。另外，桑婉需要返还林宇洲私下转给他的所有财产。经过律师财产统计，房子归我车子和林宇洲名下的投资一级。他曾经花给桑婉身上的钱财归他所有。好在现在这套房子的房价便宜，只不过6、7千一平。如果是10年后3万多一平的价格，那我肯定要大出血了。摆脱那一家子的烂人，我的生活轻松惬意。我辞了工作，买了辆房车，想趁着年轻出去多看看，并拍视频记录下自己的生活。结果没想到上传到网上，竟意外收获了诸多粉丝。还变了线，我索性做起了旅游博主。在听到有关林宇洲的消息已经是2年后了。和朋友吃饭时，有人提起他，说他在桑婉订婚时去现场闹了天翻地覆，砸了许多酒店和婚庆公司的许多设施。后来桑婉报警，他赔了钱，还被行政拘留15天。出来后便日日酗酒，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样子。而林桥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。因林宇洲和桑婉经常忘记给他转生活费，他后来和学校一个富二代同居了。本想找个饭票，却一不小心怀了孕。林桥被学校劝退，林宇洲拖着残躯去富二代家闹了一场，但反被对方泼了脏水，说是林桥主动出来卖的。最后富二代家出了6万块钱将此事压下，富二代全身而退，继续上学。那6万块却买断了林桥的光明前程。我听后心中不免悲戚，想起曾经我的那些过往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女孩儿的路总是会更难走一些。再后来，桑婉再次患上了胰腺癌，
空腹的之后直接和他分了手，他回头去找林宇洲，却发现这个男人不知道何时彻底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时光匆匆又过2年，我不再热衷出去旅游，而是趁房价还没涨起来，赶紧买了套别墅小院，养了1猫1狗，种了院子的花花草草。有次晚饭后，我牵着狗狗去小区附近的公园散步，身后传来一道颤抖的声音：“妈！”我转过头，是林泽。他走路的时候，左脚微微有些跛，身上穿着蓝灰色的工作服，胸前口袋上面写着辉腾机械。他眼眶通红，神情激动。我怔了怔，随即微笑着纠正：“我不是你妈了，你可以叫我阿姨。”他身子颤了颤，泪水扑簌簌落下，手里牵的小狗拼命向前挣。我无奈冲，林泽笑笑，雪球太淘气，他估计想去前面玩。我先带他过去了，没有时间来家里坐坐。我转过身继续向前走，眼前的视线却渐渐模糊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10多年前那怯生生的小女孩和眨巴着大眼睛的小男孩，他们小小的望着我的眼睛，甚是好奇。男孩问：“你是谁啊？为什么来我们家？”“我是妈妈。”2个小家伙眼里泛出兴奋的光，他们向我扑来，搂住我雀跃的欢呼：“我们也有妈妈啦！我要和幼儿园的小朋友说，我也有漂亮妈妈啦！”可后来，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